俄军打得拉胯，中国为什么还不向俄罗斯售卖武器呢？大家好，我是肖新华。俄军陷入僵局，为什么中国不直接提供武器？4个因素成关键。俄乌冲突打了快1年了，外界普遍认为俄军打得非常的拉胯。许多西方评论认为，现在俄军想要在不动用核武器的前提下快速取胜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中国寻求军事援助，这也是乌克兰最担心的事。不过，我国已经明确表态，尽管中俄关系非常密切，但是我们也不会向俄罗斯售卖武器。中国这样做主要有4个方面的考虑。第一，我们要避免新冷战局面的形成。新冷战也就是2大阵营之间的对抗，这也是美国最希望看到的局面。拜登上台以后，一直在整合全球的资源，围堵中国，其实就是想用冷战思维的方式击败中国。但是欧洲始终不愿意彻底倒向美国。如果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军援，欧美将完全结盟，像对付前苏联一样对付中国。一方面，俄乌冲突发生在欧洲大陆，中国如果能直接把军事力量投射到欧洲，必然会引起欧洲方面的恐慌，因为在欧洲眼中，中国是一个制度与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家。之前我国像塞尔维亚空运防空系统都引起了欧洲的热议。如果真的向俄罗斯提供军援，欧洲必然会在俄华一事上彻底和美国达成共识。另一方面，欧洲之所以依然无法接受俄罗斯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前苏联钢铁洪流的恐惧。获得中国经济以及军事支持的俄罗斯，很容易唤起欧洲对苏联的恐惧记忆。所以，如果中国仍然不打算与欧洲撕破脸，与美国打一场新冷战，就不能军援俄罗斯。第二，即使中国愿意提供，俄罗斯也不会接受。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极其强，至今俄罗斯都不愿意承认从朝鲜以及伊朗获得了军援。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担心自己的国际地位受到影响。所以在冲突爆发的当天，我外交部发言人就明确地回应称，俄罗斯不需要中国的军事援助。事实上，只要我们不倒向美西方，并继续和俄罗斯保持正常的经济合作，俄罗斯就不可能输。第三，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，在处理地区冲突的时候，我们主张劝和止战，不会像美国一样不断的拉偏架、递刀子。这次俄乌冲突，中国一直保持着客观公正的立场，没有偏向任何的一方，送去的只有人道主义援助。第四，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定，中立国不对交战的任何一方输送武器，否则将被视为另一方的敌对国。虽然美西方打破了这一世界秩序，但中方却不会轻易违反这一规定，而是会坚定地维护国际法的权威。正是考虑到上述4个方面的因素，所以中国并没有向俄罗斯提供军援。但是，尽管俄军现在打得很拉胯，但并不意味着乌克兰就会胜利。毕竟俄罗斯如果输了，这种后果美西方也承受不起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